演一个皇帝要读多少本书？程毅的案头工作被低估了。演一个皇帝到底需要读多少本书？你先别急着回答。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演员的想象其实挺固定的，拿到剧本、背台词，到现场，导演喊开始演，差不多就这么个流程，对吧？说白了，在不少人脑子里，演员的功课这4个字约等于把词技术。但今天我想聊的这个事正好是反着来的。程毅演朱瞻基这个角色，就是《两京15日》里那个他在开拍之前做的一件事，不是急着背台词，是读史。据报道，他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研读明史，而且不只是读个大概。怎么说呢？我做这一期本来想从他的表演技巧聊起的，眼神啊、节奏啊那些，但后来我发现那些都是拍的时候的事。今天我想往前挪一步，聊拍之前。行，那我把话说在前头，这期视频我只聊一件事，案头工作。这4个字，行内人听了会点头，行外人可能没 get 到它的分量。我尽量讲清楚。案头工作，简单说，就是演员在正式进组、正式开拍之前，对这个角色、这段历史、这个人物做的全部研究准备，读资料、查背景、想人物的来龙去脉，这些都算。它不发生在镜头前，所以观众看不见。也正因为看不见，它特别容易被低估。而程毅在这件事上做的功课，我这次顺着公开报道拼起来看，才发现，分量不轻。说回这个事，我先把能确认的说清楚啊，免得我说着说着掺进没核实的东西。有报道明确写到的是这么几条，他提前数月研读明史，连走路的姿势都参照古籍记载去做了调整。你品一下这第2条，一个演员为了一个明代太子，连怎么走路都要回去翻古籍，这已经不是了解剧情那个层面了，这是要从身体里把那个时代的人长出来。你想想看，读史这件事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意义在哪？正史给你的是骨架，制度怎么运转，这个皇帝在历史框架里处在什么位置，他面对的真实政治结构是什么。把这套东西读进去，演员心里才有底，他每一个决定背后才站得住。只背台词是接不住一个皇帝的分量的。我得补一句啊，对了，这里得先说个背景，不然你可能体会不到这有多不容易。当下整个影视行业是什么节奏？赶工。一部戏的周期被压得很紧，很多项目恨不得演员今天定妆，明天进组。在这种工业节奏下，留给读书的时间，客观上是被挤压的。这不是哪个演员的问题，这是整个生产模式的问题。行，现在回到他，程毅愿意提前数月去啃明史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慢工出细活，这是一种主动的、逆着行业节奏的选择。好，重点来了。读史这种开拍前先做研究的路子，其实不是孤立，它背后是有一整套表演传统的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一套体系里，特别强调演员的功课，你得先去研究，去理解你要演的这个人，理解到你自己信了为止，再上镜头。说到这个，我得查一下，丹尼尔带刘易斯演林肯的时候，为了进入那个角色，主要的准备方式其实就是读书，据说读了上百本和林肯有关的资料，做了大量案头。还有罗伯特·德尼罗演出租车司机，1976年那部，为了那个角色，他真的去考了出租车驾照，真的连着开了一阵子出租，一天10几个小时。这就是同一种方法论，你不是在扮演一个人，你是在成为一个人之前，先把他的世界弄明白。我说这个对比，不是说谁比谁演得好啊，别误会。我是说，这是同一个方法论谱系。刘易斯靠读，靠案头，德尼罗靠把自己扔进角色的真实生活里。路径不一样，但底层逻辑是相通的，先研究，再表演。程毅提前数月研读明史，照古籍调身形，走的也是这条先做功课的路。话说回来，这里还有个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点，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，信源不够硬，你别太当真。刘易斯也好，德尼罗也好，
他们做的多半是现代人物或者西方语境里的人物，而把这种开拍前下死功夫做研究的劲儿，扎扎实实用到一个中国明代历史人物身上，用到连走路姿势都抠的程度，这种较真，在今天这个市场里，说实话不太常见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光是案头还不够，他在身体上下的功夫，同样是这股劲儿的延续。有一场水牢的戏，据报道，他是主动要求加拍的，加拍一段憋气3分钟的镜头。结果浮出水面的时候，笔血直接溅到了水池里。你品一下这个动作，没人逼他加这一条，是他自己要的。这已经不是我把规定动作完成了，这是我要把这个人在绝境里的状态逼到真实为止。我无意拿这个去对比谁，我只想说一个客观的现象，在今天这个流量逻辑主导的市场里，一个演员愿意花几个月去啃史书，愿意为一条镜头把自己逼到流鼻血，这种看不见、不上热搜，观众甚至察觉不到的准备是稀缺的。稀缺不代表别人都不好，稀缺只是说明它本身值得被看见。还有一点的提，这是给这种笨功夫兜底的。两京15日这个剧组，导演是张黎，拍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那位，编剧是原著作者马伯庸本人深度参与，服化道是照着孔子博物馆、香港故宫的明代文物去严谨复刻的。也就是说，程毅那几个月的案头不是孤军奋战，他是被放进了一个同样较真的体系里。一个肯下笨功夫的演员，配上一个肯下笨功夫的剧组，这事儿的分量才拖得住。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我想起这事，一个演员愿意提前数月去读一个朝代的正史，愿意连走路都回去翻古籍，那他在镜头前的每一个选择，背后其实都有根。那么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演一个皇帝到底要读多少本书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。他不该用多少本来衡量，重要的从来不是数量，是那个愿意提前数月，愿意去读、去抠、去较真的动作本身。作为看了他不少作品的人，我当然有偏爱，这点我承认。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案头工作这种笨功夫，在2026年的影视环境里，会不会成为历史证据的一种新标准？我不敢打包票，但我赌，懂行的人，真正在乎表演的人，会越来越看重这个东西。时间会证明，懂他的人会懂。这期就到这。你觉得案头工作应该成为演历史人物的标配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